我現在在札幌的中島公園，這裡好漂亮哦！這是我第一次來這個地方。然後剛才在公園裡面就看到一個餐車，叫做快樂茶，買了一杯珍珠奶茶。然後那個餐車它不只有賣珍珠奶茶，還有賣台灣的蔥抓餅，還有什麼雞蛋糕之類。哎，不是，是台灣的那種傳統的蛋糕。然後那個老闆娘跟我說，這裡面的珍珠好像是原料他自己從台灣送過來，然後手做的珍珠。我覺得真的有點台灣的味道，而且它的珍珠是蠻有嚼勁的。然後一杯大杯的要600日元，偏貴，但是能喝得到就已經很感恩了。那今天這支影片主要是想要聊一聊焦慮這件事情，還有怎麼減少焦慮。為什麼會想聊這個主題？是因為我前幾天有收到一位觀眾的私訊，他就問我說，一個人在外地生活會不會焦慮害怕？還有問我是怎麼享受獨旅的？會不會在旅行的過程，因為擔心會有一些突發狀況，不知道怎麼解決而擔憂，然後沒有辦法享受當下？對，那我那時候看到這個問題，我就覺得放到影片裡面來聊一下。那首先來回答這位觀眾的問題，他問說，一個人在異地生活會不會焦慮害怕？會，但是沒有到說無法承受的程度啦。我後面會再慢慢的去細聊，說我實際上是有做了什麼事情，所以我覺得我的焦慮不會到太嚴重。他問說要怎麼享受獨旅，我會有點好奇說，是不是因為你會擔心有出一些狀況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才沒辦法享受獨旅？我先假設這位觀眾是這樣好了。我覺得不管是在異地還是在旅行的過程中，會有這種擔憂或是焦慮都是很正常的。如果說你叫我現在突然要去北極玩，我就會很緊張嘛，我就會開始擔憂說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我解決不了。對啊，所以我覺得人本來就是會對於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容易有這種焦慮的心情，這個都很正常。我之前在上一個談話的影片裡面也有說過，我的個性就是像日本人一樣，我不太會放鬆，然後就是很緊繃的一個人嘛，所以我是很容易焦慮的。晚一點我會再分享說我這個緊張大師大概有做了什麼事情來改善我的焦慮問題，但是對我有效的方法也不一定說對任何人都有效，因為大家的狀況也不太一樣，我們擔憂的事情也不一樣，所以就是參考就好。那如果看影片的你，如果你覺得你的焦慮已經大大影響你的生活，可能会让你睡不好，或是影響你的工作效率的話，可能還是要去看一下身心科，或是去找一些專業的心理諮商。我覺得這些都是有用的。像我自己就是有去看過身心科，然後也有在心理諮商，才能夠好好的走到現在吧。減緩焦慮這個部分可以分成2個層面去聊。第一個是要先療癒自己，也就是說要先放鬆自己，讓自己回到一個你覺得很安全的狀態。然後當我們療癒到了一個程度，我覺得我可以有力量去面對我害怕的事情之後，我們再去跨出舒適圈。怎麼療癒呢？怎麼做才算是療癒？可能每一個人的定義不太一樣。對我來說，我的放鬆方式就是從生理上的好好運動、好好吃飯、好好睡覺，保持生理上的健康，以及去按摩、接觸大自然，然後去做一些我喜歡的事情，我會讓我覺得生活有甜度的事情。我自己觉得最有效的就是找我愛的人，就是我的家人、朋友，我喜歡的人聊天。我覺得跟人的相處、陪伴，真的能夠大大的治癒我吧。
但是那個對象的挑選也還蠻重要的。就是如果說我已經覺得我很焦慮害怕了，那你找一個比你更焦慮、比你更悲觀緊張的人，那我不是就緊張死了嗎？所以我覺得要多多去接觸那些很樂觀、比較少焦慮害怕、活得很有力量的人。然後不是有一句話是說，你身邊最親近的5個人加起來平均會等於你嗎？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狀況不好，你就去接近那些你覺得他們狀態很好的人，然後去吸取他們身上的能量，或者是去參加一些團體活動，或是去到一個環境，那裡的人是比較讓你覺得有力量的。はい。すいません。はい、カメラです。好，我剛才聊到說，我覺得去接近那些樂觀有力量的人很有幫助。當我覺得自己已經療癒夠了，再來就是要跨出舒適圈。前段時間在 IG 上有看到一個很可愛，它上面就寫說，如果做這件事情讓你很緊張，那你就緊張的去做；如果做這個事讓你很焦慮，那就焦慮的做。很可愛。要怎麼樣去克服這些負面的情緒？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續的做令你害怕的事情。所以不管怎麼樣，我們都要做下去。而且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第一次做都會因為很不熟悉，所以就會很緊張。那做到第10次、第20次，自然的就會越來越得心應手。不是有一句話是說，真正勇敢的人不是不會害怕，而是即便害怕還是會去面對嗎？雖然說要跨出舒適圈，但是也不是說要很強逼自己去做啦。就假如說我很怕蟑螂嘛，那如果你把我丟到一個房間，然後裡面有10隻蟑螂，你跟我說你一定要把這10隻蟑螂都殺死，你才可以出來，我可能會原地死亡。像是那個觀眾問我說，一個人去日本生活會不會焦慮害怕嘛？我覺得我能夠到日本生活，它也不是一步到位的。我是從小時候就會跟家人去日本玩，然後我記得在我18歲的時候，是我跟我哥哥2個人飛去日本東京玩。那是我第一次出國旅行，沒有父母的狀態，我才開始學習怎麼自己買機票，怎麼去找這些住宿跟交通。我大概是19、20歲的時候就有嘗試自己去日本獨旅，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我也還不會說日文，所以我還蠻緊張的，我也不是很享受獨旅這件事情。然後隨着我去的次數越多，我就覺得我越來越能享受獨旅。加上我中間有慢慢的在學習日文，然後不斷的接觸日本的文化，這些都會讓我在日本獨旅的時候沒有那麼焦慮。我是到2年前，我有去菲律賓留學過1-2個月。因為我在菲律賓那邊有認識到一些有很多海外經驗的日本人跟世界各地的人，那他們給了我蠻大的啟發，也是因為那次經歷讓我覺得，在國外生活好像真的蠻有趣的，所以是去了菲律賓留學之後，我才真的下決定要去日本生活看看。它是一個小事情這樣串聯起來，然後才有今天的。
所以我會想說，如果有一個人他覺得一個人去國外旅行會很擔心的話，或許可以先試試看在台灣自己一個人旅行，或者是找一個伴一起去國外旅行，然後中間可以分開走，然後在飯店會合之類的，就是漸進式的去挑戰這件事情。那我再分享一個近期生活最大的焦慮好了。其實我最大的焦慮來源應該是拍影片欸。在國外倒是還好，但是拍影片這件事情一直都令我蠻焦慮跟害怕的。就比如說我現在面對鏡頭這樣子聊天，我也會有一點緊張，然後我會很擔心自己說話說得不清楚，然後我又會一直結巴之類的。像是我出去拍 vlog 的時候也會蠻焦慮，會擔心說我去的那些景點會不會觀眾覺得無趣，或是我會不會去太少地方，然後素材拍得不夠多，不好剪輯。但是我覺得我心裡又是喜歡拍影片這件事情，只是我會有很多的擔憂、焦慮，很多害怕跟不自在。然後我希望我可以克服這些不好的情緒，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真正的享受拍影片。那要怎麼樣可以克服這些焦慮呢？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要一直拍影片，所以我就規定自己每一周一定要發一支影片，不管內容是什麼都好，只要我沒有生病的話，我就要產出一支影片。對，這是我給自己的一個功課。我記得2-3年前拍影片的時候，我的開心大概只有1成，然後有9成都是好緊張、好恐怖、好焦慮。然后上片之前，我都会要做好很大的心理準備，我才能夠把影片公開。現在是5分的開心跟5分的焦慮，那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變成9分的開心跟1分的焦慮。對。那接着我想要分享一下心態的部分。我覺得我們常常會因為一些擔憂、焦慮而沒有辦法去享受那個當下，即便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應該是要開心的，可是我卻因為我想了一些過去或未來，我的注意力沒有辦法留在當下的美好。那要怎麼樣把我們的注意力從那些擔憂拉回來？怎麼享受當下呢？我覺得最有效的方法，心態上的調整就是感謝這件事情。我覺得光是感謝這個行為，就是可以把你拉回當下，再提醒自己說，我擁有這些是很幸福的。我會做很多的感謝的練習。我覺得感謝真的是需要練習的耶，需要刻意去養成的一個習慣。像我最近又重讀了日本有名的偉大的企業家稻盛和夫的一本書，叫做《人生皆為自心映照》。那他那本書裡面有很大一個部分都是在講感謝的重要性。那稻盛和夫也說，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要我們感謝都是很困難的。比如說發生壞事的時候，我們光是要不抱怨都很難了，你還要我去感謝，对不對？那如果是發生好事情呢？人啊，當發生好事的時候，常常會覺得理所當然，甚至會想要更多。他說這個就是人性，所以我們必須要一直告訴自己，給自己下一個指令是，不管發生好事還是壞事，我都要練習去感謝。比如說我每一次拍影片、上傳影片，我都覺得很有壓力、很緊張，那我就會去練習感謝拍影片這件事情。比如說我很感謝我有健康的身體，能夠到處去旅行、拍片分享給大家。然後我很感謝我有這台相機，我有麥克風，我有好的器材，還有一台好的電腦可以剪片、拍片。
才能夠做出我喜歡的影片。然後我很感謝我的觀眾看我的影片，那些給我留言私訊我，為我加油過，支持我的所有人，因為有他們，我才有動力繼續做下去。我覺得當我開始去感謝這些人事物之後，好像拍影片就不會覺得壓力那麼大了。然後我還有一個想要感謝的，就是其實啊，我昨天已經拍了這支影片了。我昨天在大通公園的時候就有拍這樣的聊天影片，然後我講了1個小時，可是拍完之後發現我的麥克風沒有收到音，它只有收到前面的10分鐘，就變成我要重拍。就昨天就是白忙一場。昨天我拍到快要天黑，已經13度了，然後我就只有穿短袖跟一個薄外套，又非常的冷，然後我就覺得哦，好慘哦。但是啊，我現在也很感謝昨天麥克風沒有收到音誒，因為昨天我沒有拍成功，我今天才会再來拍影片。然後今天我就來中島公園這邊，我覺得這裡的風景更好，環境更好。大通公園那邊就是人來人往的，沒有這裡這麼舒服。所以有時候發生一些不如預期的事情，或許誰知道呢？或許就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嘛。對，所以我們一起努力，養成感謝的習慣。我相信，只要常常感謝，我們就會越來越開心，然後就不會那麼焦慮了。好啦，差不多今天就這樣啦。我在想，我等一下要吃什麼？還是得吃湯咖喱吧。OK， 大家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說。好啦，那就謝謝你看到最後，感恩的心。拜拜。